接下来的问题是有关于就是到了加拿大以后的一些事情。然后第一题是，目前在加拿大大家还习惯吗？我觉得应该还算习惯，吃的方面好像也还算习惯。因为我之前在台湾本来就蛮常自己煮饭。那你有什么喜欢的点吗？对于这边天气很好，没有很热，但冬天的时候确实是也蛮冷的啦，但好像也还可以接受。我非常喜欢的是，我每天都会看到这些鸽子跟海鸥，还有乌鸦，就是在这边飞来飞去，我觉得很开心。对，我觉得它们很可爱，它们都又大又肥。又肥。对对对。下一题就是有哪些不喜欢或不习惯的地方？不习惯的话，可能是物价吧。一开始的话，可能就是对物价会有点没有概念。我想起来了，一开始的时候，我跟我老公很好笑，就是我们去买牛奶，然后就看到那个牛奶上面，它除了打税之外，它会扣一个那个叫做牛奶瓶的钱，然后我们就再算一下，说，靠，这牛奶瓶的钱全部加一加，其实也蛮多的。我就跟我朋友说，我们是不是要把牛奶瓶拿去回收站退钱？然后他就阻止我，他就跟我说，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不要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很奇怪什么的。那你来久之后，你就会比较习惯，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可能也还好，那个真的没有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多钱。那个地方不是像 7-11 一样到处都有然后特别去就是不是很方便。下一题就变成加拿大职场跟台湾职场有什么不一样？我的组所有人除了我以外都在美国，所以不如就说是整个北美的职场。觉得就是这边开会的话，大家会比较对这个会议想要得到什么事情有设定的期望，然后他们比较不会找不相干的人进去开会。主管在 set up 任何 meeting 的时候，他在信里面都会讲说，他对这个 meeting 的需求是，譬如说他至少要有一个 SDE 跟至少要有一个 Scrum Master 进来参加，其他 optional。很多会，你如果真的很忙的话，你不出现，说实在的也都没有什么关系。这样子，开会的时间有可能是比之前的短，但是我现在有点记忆模糊。但我总觉得好像这边就是开会的效率什么的比较高。对，我觉得比较高。这个可能每间公司的文化不同啦，就是我知道有些公司它可能每2个礼拜它就会去有一个 planning 的 session， 然后就会所有的 team member 一起进来。然后就 plan 说我们接下来的2个礼拜或者接下来的1个月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嘛。走这种流程的话，它这个 planning 的 session 可能就会很长啦。譬如说他可能要 plan 个整个下午，或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一整天。像我现在的组流程比较像是说，譬如说我assign给你一个 project， 然后你是这个 project 的负责人，你就自己去规划，开始写个 design document， 然后 design document 写好之后，你自己去约一个时间，约整个 team 的人进来，大家一起看这个 document。然后一起 review， 然后大家有什么意见就留在文件上。看完之后，就是你再逐一跟大家讨论，尽量去寻求一个那个 alignment。接着你再去就是去 break down， 说那我这个 project based on 这个 design， 我需要哪些 story， 你去把它开出来。然后你可能自己再约另外一个会，然后大家来就是类似有点投票去决定说每个 story 我大概要做多久，然后来估时间，接着才开始做。对，所以这边有点像是就是 project based 的，就是有需要才会有一个会。但在台湾不是这样。在台湾我之前遇过的比较像是大家一起 plan 接下来的2个礼拜或接下来的1个月要干嘛。但是大家一起 plan 这件事情，你 plan 的东西可能也不是你要做或者是谁要做这样子，计划的方式不太一样。如果要我说我比较喜欢哪一个的话，我好像比较喜欢现在这一个啦。因为我觉得就是比较有个明确的目标嘛。对，譬如我们现在就在看这个 design， 我们现在就是在评估说就是这些 story 可能要做多久。那如果说现在这个 team 刚好都没有任何 project， 就是或者现在的 project 刚好都不是那种大到需要 design 的，可能这个人他 break down 完他就开始直接做或什么，那其实就不用开会，就不用开任何会。我个人也是觉得好像可以减少更多的会啦，这样比较好。那就是你换来这边工作的时候，你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吗？工作上超多地方不适应的请说。因为我同事都是从小就开始讲英文的人，所以他们就是讲得极快，或者是他们会有一些就是音会连起来嘛，很模糊，你会听不清楚嘛。虽然说他们这样讲的时候，通常就是那些字不太重要，但是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很重要，每个字都听得很清楚。你只要哪个地方不清楚，我就好像听不懂了这样子。所以我一开始就是又紧张，然后又听不懂，然后可能又因为紧张，所以就更听不懂了。所以我每次就是开会的时候，我都超级慌张的。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随着时间过去之后，真的是你听得懂的东西真的是会越来越多。其实当时也很多人这样安慰我，但是我就是不相信。对，但是随着时间过去，我确实有觉得好像真的有听懂比较多啦。然后再加上后来我有的时候就是已经有点类似半放弃的状态了。我会觉得说，反正这个地方我虽然说没有听到很懂，但是也还可以啦，就大方向的掌握。
我真的听不懂的地方，就是看我有没有想要去理解它这样子。如果我觉得我需要去理解的话，我就会在 Slack 上再私讯我同事，然后再多问一点。然后再还有就是讲话也是很紧张，因为就是 native speaker 他们讲的都很完美，你知道吗？所以就觉得每次轮到自己要讲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卡住了，天哪，这样子，什么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全部乱用。但是我觉得我同事他们都还蛮包容我的，我都觉得他们好像很极力努力在思考，说我可能在讲什么，然后所以他们会再换句话跟我确认一下，这样子。一样，这个就是随着时间，你心态慢慢放松之后，虽然说还是讲的不是很完美，但是你知道是你一定可以跟他们沟通的。只是当然可能需要多花2-3分钟，可能跟我用中文有效率的在表达一件事情还是有差。但是说实在的，这2-3分钟，他们其实也没有真的觉得那么困扰啦。我其实之前脸皮很薄，但现在已经真的就觉得，就是应该还好吧。应该还好。那你会推荐大家来加拿大当软体工程师吗？我来这边的目的就是想要体验一下不同的工作文化，除了工作以外，也想要体验一下加拿大生活的感觉嘛。有一些在台湾不常见，就是例如说那个 patio。对，大家喜欢在就是露台吃饭，还有很多不同口味的啤酒啊什么的，这都是一些很不同的文化体验。对，总之就是抱着一个体验的心情来的。所以如果你心态很开放，你就是想要体验一下在这个国家生活的感觉的话，那当然是推荐。下一题是，你觉得有没有需要哪些技能，或者是怎么样的特质，才可以让你比较顺利的适应在这边的工作？轻松一点吧，因为我真的是偏容易紧张的人然后就是脸皮厚一点嘛，因为我是偏脸皮比较薄的人我自己觉得放轻松一点会更容易融入这样子。然后我就真的觉得就是问问题很重要，有些问题你真的不问，你永远不知道答案啊。而且公司一开始都会有些训练教程啊，譬如说就是教你怎么问问题啊，问问题的方式啊，问题的时机啊。然后你 on board 之后，就是你会有个 onboarding party， 乱七八糟各式各样的问题。我是真的都有问过，譬如说什么就是工作分配啊，我到底要 protect 我的 work 啊，就是一些各种内心戏，我都曾经尝试问过我的 onboarding body， 你知道吗？但他真的是一个就是让我很尊敬的人，我真的觉得我很荣幸，就是有这个 onboarding body， 很容易认识他，就他都表示很能理解，然后试图理解我，然后给我意见。对，这样很好。对，你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现在就是已经拿到 offer 了？他们在准备要出国工作的人，尽可能的收集资料，譬如说你到底要住哪里啊，当地的就是物价水平啊，这可能会影响到你谈 offer 嘛。譬如说当时我收集到一个很重要的情报，我朋友跟我说，就是这边夏天越来越热，因为气候变迁。是这样没错。对，然后他说其实这边的房子大部分都没有冷气，但是近几年热到爆，你一定要找有冷气的房子。很聪明。对，像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非常重要。我当时就是一直在计划着，我每一步都希望它不能出错，就是心理压力一定很大，那就是尽可能收集资料，然后剩下的就是祝自己 good luck 这样子。对，问题大概就到这边，然后非常感谢丁来，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我搬来这里的时候特别找有冷气的房子，但是呢，我没有想到一点是温哥华这边很流行一种冷气是在你的墙壁里面埋水管，所以他想要开冷气的时候是冲冷水在那个水管里面，让你的房子里面变凉，然后开暖气的时候是冲热水在水管里面，然后让你的房子变暖，所以就变成说其实它没有那个冷气会一直吹出来那个风口，所以不凉，不凉。他虽然说他有冷气，但不凉，不够凉。天哪！对，所以如果你们要搬来温哥华租房子的话，要注意一下，就是他就算说有冷气，你也要确定它是真的冷气，不是水管冷气。对。其实我有这样子做过，但是我没有退成功，因为我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你朋友说大家都没有在做这件事情。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我以为就是你把牛奶瓶拿去回收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我的想象里面是说，你就是牛奶瓶拿去回收站然后丢就好了。但他那个回收站其实很恐怖，它像一个大型垃圾场，然后里面人很多很乱，他们都是拿一车一车的过去，你只拿一个过去，在那边跟一车一车的人在那边抢着要去丢，就很奇怪。所以我去了一次之后我就吓到，然后想说我很不该来这个地方，然后我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收过牛奶瓶。